厨房里3种调料导致中国人死亡率全球第一。专家不能再这么吃。王大爷今年64岁，今年一家老小都回来过年，令他开心不已，每天都乐呵呵的。意外发生在年初2那天，正吃着饭呢，他的右边身子突然出现了麻木症状，连筷子都拿不起来。学医的孙女感觉情况不对，赶紧让家人把他送去了医院，经检查确诊为脑梗。好在送医的时间及时，没有留下后遗症。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，尤其是脑梗，在冬季的发病率会增加2到3倍，对此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。为何春节期间脑梗易高发？世卫组织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全世界范围内每6秒就有1人死于脑卒中，每6秒就有1人因脑卒中而永久致残。我国约有551万脑卒中患者，每年还会新发250例，患病人数占世界总数的 40%。我国每12秒约有1人罹患脑卒中，每12秒约有1人死于脑卒中。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，在世界范围内均排名第一。柳叶刀杂志上发表过一项研究，研究人员对1990到2017年间我国34个省份居民死亡的原因进行了调查，结果发现，导致国人死亡的首要原因是中风，并非大众认知中的癌症。而春节期间，脑梗的发病率会显著上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樊平表示，冬季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，其中就包括脑梗。在寒冷空气下，体内血管会受到刺激开始收缩，进而引起血压上升、血流供应中断等发生，容易诱发脑出血、脑梗。再加上过年期间家庭聚餐、朋友聚会非常多，饮食较平常会明显高脂高盐，大量摄入高油高盐会导致体内脂肪含量上升，脂质物会在血管壁沉积，形成动脉硬化斑块。且过年时大家的活动量很少，长期久坐容易引起血栓生成，堵塞血管，这些都会对脑梗的发生提供条件。此外，过年聚会期间自然免不了抽烟喝酒，而对于中老年人本身就脆弱的心脑血管来说，吸烟饮酒很容易造成刺激，诱发血管痉挛，导致脑梗发生。要了解厨房里最能引发脑梗的调料，我们先来辟谣到底是什么调料致癌呢？事实到底是怎样的？谣传谷氨酸钠竟是致癌第一。说起谷氨酸钠，大家可能没有那么了解，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做味精。味精就是通过发酵、提取等工艺从谷物中得到的谷氨酸钠的钠盐，用于增强食物的鲜味。然而它真的会致癌吗？首先，我们必须明确谷氨酸钠是什么及其作用。谷氨酸钠主要应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，其作用就是为了让食物更加鲜美。而关于致癌的争议，因为谷氨酸钠在经过长时间的烹饪中会产生焦谷氨酸钠，但这其实含量并不高，所以谷氨酸钠是对人体安全的，也不会致癌的。并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多个权威机构表示，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是不会致癌的。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中国人群癌症频发，并且癌症的死亡率是第一的呢？2. 越吃越癌，原来怨他。在中国，厨房常常被视为家庭的心脏，是烹饪美食的地方。然而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，一种常见的调料竟然与中国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有着密切的关联。专家们还警告，这种调料的使用习惯必须改变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么这种调料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可或缺的食盐。其实食盐的发展史可以从远古时代开始，那时的盐可是一种重要的贸易商品，其价值比肩黄金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食盐不再用于交换，而是慢慢的被应用到了我们的餐桌上了。它不仅可以为食物增添美味，还能维持身体平衡。然而，就这个重量级的调料，却成为了癌症的源头。据有关数据表明，每年因食盐摄入过量而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00万。这一惊人的数字背后，隐藏着的是食盐中钠元素的潜在危害。钠是食盐的主要成分，它在维持身体酸碱平衡、神经传导、保护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微量元素。微量元素之所以是微量元素，也就代表着不能在人体内含量过量。比如过量的钠离子会让肾脏代谢不出去，
日积月累的情况下，就会破坏水钠代谢的平衡状态，起细小动脉痉挛，最后导致血压上升。而血压的持续升高还会加重心脏的负担，也会让血管壁弹性下降，会出现心脏病、中风等一系列心血管疾病，同时还会引发骨质疏松，因为钠含量高，体内的钙含量就会下降。另外，根据最新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显示，中国人的盐摄入量远远超过推荐摄入量，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盐的量高达12克，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6克每天的摄入量。而且柳叶刀曾发表过相关研究数据，证明了这一观点。3. 为什么中国人吃盐多？其实中国人吃盐主要是受到传统生活习惯的影响，比如我们喜欢吃各种咸到发齁榨菜、咸菜等腌制品食物，甚至逢年过节没有吃完的肉，为了留存方便，常常被腌制成腌腊制品，而这些恰恰腌制品的含盐量却是最高的。还有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也造就了中国人重口味的特点。我们都知道中国美食多的数不胜数，各大菜系都是争相斗艳，不分伯仲，酸甜苦辣，甚至连臭味都能成为美食。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，越是好吃的食物，其烹饪的步骤也越为复杂，而复杂的前提就是各种调味料的配合使用，而这个过程就包括盐的使用，比如无辣不欢的美味火锅，而无辣不欢也代表着很咸，所以也把我们培养成了爱吃点咸口的人。还有就是我们现代人压力大，加上下班也比较晚，一般都是吃各种宵夜以及外卖，而这些外卖盐味也是非常重的，因为寡淡不好吃，而不好吃没人买，而商家为了生意更好，盐味自然而然就比较重了。这也是导致中国人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。因此，为了保护我们的健康，是时候改变高盐饮食习惯了，不能再这么吃了。2. 厨房的3种调料或是罪魁祸首。脑梗的发生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，这几种常见的调味品大量摄入或会增加脑梗的发生风险。1. 食用油，1克油脂可为身体提供9000千卡的热量，大量摄入油脂会导致高血脂发生，给心血管带来较大的负担。但这并不是说不能吃油，而是要有控制的吃，每日摄入的量要控制在25克以内。2. 添加糖，摄入甜食可让大脑分泌多巴胺，给人幸福的感觉，但长期大量吃甜食会导致血糖、血脂以及血压上升，也容易导致身体肥胖。肥胖也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存在直接关系，其中就包括心脑血管疾病。3. 含钠调味品，日常除了要注意盐的添加外，还需要注意酱油、蚝油等钠含量丰富的调味品，大量添加也会让身体钠摄入过量，威胁心血管健康。3. 身体出现两麻两硬，要警惕。在脑梗发生时，身体会有一些异常的症状表现，这几个症状一旦出现，要及时就医。1. 舌头发麻，舌头发麻也是脑梗较为典型的症状之一，多与脑部神经、血管严重受损相关。在发生脑梗时，脑部会缺血、缺氧，导致支配舌头的神经受损。除了发麻外，还会有说不清楚话的症状。2. 一侧肢体麻木，肢体处于身体的最末端，相较于其他部位血液活动会薄弱一些。一旦大脑皮层受损，会导致上肢神经受损，进而会引起手指、单侧手臂麻木，在麻木的同时还可能有头晕、头痛症状。3. 血管发硬，动脉硬化会导致血管壁变厚、失去弹性以及管腔缩小，相较于正常血管硬度会明显提升。4. 面部僵硬，表现为面部歪斜、无力以及麻木，眼周和嘴角的症状最为严重，这是由于脑部血管堵塞影响到面部神经所致。